今天我们来聊聊农历7月这30天的规矩。2026年8月12日那一天，天上跟地上同时排了节目。先是欧洲上空的白天忽然变成黑夜，日全食的影子从北极圈起跑，扫过格陵兰，扫过冰岛，再从西北角切进西班牙，最长的地方整整黑了2分18秒。上一次欧洲人在自己家门口看到这种场面是1999年8月11日，中间隔了27年。下一场要等到2027年8月2日，而更远的那些场次，天文学家连2114年那一次的秒数都排好了。这件事有多硬？硬到几百年前就算得出来，1秒都不会差。它不是预言，不是感应，就是3颗球排成一直线的几何题。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年，就在同一天晚上11点1到，子时进位，台湾这边农历7月初1开始，鬼门开。一件算得这么准的事，跟一件算都算不出来的事，为什么要撞在同一个晚上？隔天8月13日，基隆老大公庙的看门打开，云林西螺的福星宫、丰中溪谷、巷口超商的普渡香堆到门口。同一天晚上10点半，新闻哇哇哇上了一集长达1小时29分的节目，主题就叫2026鬼门开。来宾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廖美然，3天之内冲到23万多次观看。3天后的8月16日，同一个频道又上了一支21分钟的精选，这回是周应君，主打抓交替跟死后世界的轮回法则。而在电视之外，脸书上有一位柯百成老师正在拆解8条鬼月习俗，另一位王老师在教5个字的口诀， Threads 上的小瓦老师在教你把粗盐装进夹链袋，民俗专家廖大乙在点名4个生肖。这些人分散在不同平台、不同节目、不同门派，有的讲命理，有的讲民俗，彼此不见得认识，可是他们交出来的名单重叠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所以这份名单到底是谁写的，谁有版权？而最可怕的是，如果他真的没有作者，那他为什么会有效？先把这支片的地图摊开，农历7月在民间的流传说法里比较像一份候补名单，传说中枉死的、意外走的、没人祭拜的，都在一份看不见的名单上排队等着转世。而抓交替这3个字翻成白话，就是有人急着往前插队，找个活人来顶掉自己的名额。这是流传说法，不是可查证的事实。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查到见底。可是同一个月，阳间也有一份名单，那是一份禁忌清单，全台湾自动自发在遵守，没有人签过名，没有人领过纸本，可是每年7月都会被完整念一遍。所以这30天其实是一场全岛同步的限时副本，开30天，时间到就关，关门那一刻结算。我们今天就沿着这张行事历走一遍，从8月12日那个没有月亮的傍晚出发，一路走到9月10日关门，顺便看看那位急着插队的插队仔，那位偏要伸手去试的铁齿哥，还有我们这一大群乖乖照做的怕死联盟。3边到底谁通关了？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一局真正的赢家跟输家跟鬼一点关系都没有。时间先回到2026年8月12日下午，地点在欧洲。这一天全世界的追日族都在追同一条影子，全时代从北极圈起跑，扫过格陵兰，扫过冰岛，再从伊比利半岛的西北角切进西班牙。冰岛附近是这次全球最长的地方，黑了2分18秒。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段大约1分48秒，落在奥维耶多跟莱昂那一带。大批游客涌进西班牙的全时代，旅馆、天文台、观景平台通通爆满。当时的报道写，白天忽然变黑的那2分钟，鸟停止鸣叫。2分18秒，人类为了这2分18秒可以飞半个地球，可以请1个礼拜的假。可是问题来了，一件算得这么准的事，怎么会被接到一件算不出来的事上面去？答案是，人类干这件事干很久了。日食被当成凶兆，不是台湾命理师发明的，是全人类的老习惯。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就有记载，日食发生的时候，朝廷要行救日之礼，官员要敲鼓，要射箭，要换衣服，皇帝还可能要下罪己诏，因为那被当成上天在警告你施政有问题。民间更直接，说天上有一只天狗把太阳吃掉了，所以要敲锣打鼓把它吓跑。堂堂一个朝廷全体出动去吓一只不存在的狗，你说扯不扯？你注意一下这个结构，天上发生一件我们控制不了的事，人类的反应永远是同一套，就是赶快做点什么。敲鼓也好，射箭也好，换衣服也好，重点不是有没有效，重点是不要什么都不做。而几千年后的2026年8月，
我们换了一种做法，我们改成在脸书上发一篇文，教大家随身带一小包粗盐。你说这两件事差多远？我觉得没差多远，同一只城市，只是换了一层皮。因为它撞到了台湾的7月初一，2026年的农历7月初一是国历8月13日，而民俗上鬼门开是从子时起算的，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所以真正的开门时刻其实是8月12日晚上11点。也就是说，欧洲白天变黑的那一天，台湾入夜之后就要开门了。而这件事早在2026年5月就有人算到了，讲的人是命理师柯百成。他在脸书上写的大意是，这一年的特别之处是3件事叠在一起。农历6月30是晦日，天上没有月亮，子时一过，进7月初一。民俗说阴门初起，同一天全球有日全食，日光暂时被遮住。他把这3层写成月会无光，阴门初起，日光暂闭，12个字，听起来像电影预告片，对不对？可是柯百成接下来那一句才是重点。他说这种日子不需要渲染成大凶日，他给的提醒是敬天慎行，修得其安，还加了一句天象有变，人心一正，日光可暂闭，阳德不可失。有没有发现这位老师讲到最后讲的其实不是鬼，是人？这是全片第一个伏笔，我们先放着，因为接下来这30天你会一直看到同一个模式，开场都在讲阴的东西，结论都会绕回人身上。顺便说，他也预告了下一次日全食是2027年8月2日，这个日子我们留到最后算总账，时间推进到8月12日晚上11点整。这是这份行事历的第一格。为什么是11点不是12点？因为传统的一天不是从零时开始，是从子时开始，而子时是晚上11点入的。这一格一翻过去，民俗上就算是农历7月初一了。这种算法本身就很有意思，它等于在告诉你，阴阳的交界不是切在半夜0点那条线上，是切在你还醒着，还在滑手机，还在追剧的11点。30天的候补名单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受理报名。而在台湾，这一格是有人负责按下开关的，是谁按？时间来到8月13日，农历7月初一，地点在基隆老大公庙。每年这一天要开看门，也就是俗称的开鬼门。钥匙不是庙公拿的，是由当年轮值主仆的宗亲会拿，亲手把看门打开，象征迎接好兄弟到阳间来受供奉。同一天，云林西螺的福兴宫巡谷礼封中西谷、中谷一封，代表这个月不办喜庆。而在你家巷口的超商，普渡香已经堆到门口，上面印着联名的卡通角色，还在比谁可爱。同一座岛，同一天，一边在开阴间的门，一边在卖可爱的饼干箱。这种违和感就是台湾。但基隆这件事没有那么可爱，它的来历是血。时间要再往回带到1851年。那一年开始，基隆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为了土地跟水源不断械斗。到了1853年，双方在载顶，也就是今天南荣公墓那一带，打了一场大规模械斗，死伤100多人。械斗完，尸骨怎么办？照这种仇恨的浓度，接下来应该是再打100年才对。然而哪知道现实在这里反转了，漳泉两边的头人出面调解，把双方的死难骸骨合葬在一起，称为老大公，盖了老大公庙。到了1855年，地方上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往后不要再用地域分你我了，改成用姓氏轮值主仆，用比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所以基隆中元祭真正在纪念什么？讲白了，不是鬼，他纪念的是一群人自己把自己人打死之后，决定不要再打了。这件事传承171年，登录为国家的重要民俗。整套流程走一遍，开看门、放水灯、普渡、关看门，每一步都在讲同一件事，就是把过去死掉的没人管的全部收进一份大家一起负责的名单里。这里面有一个设计特别高明，就是主仆轮值。他把原本吵着我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的分法换成我姓张你姓李，今年轮到你家出钱办，明年轮到我家出钱办。地域一改成姓氏，敌我就不见了，因为每一个姓氏里面张权都有。用今天的话讲，这叫重新分组。1855年那批人等于直接把整个社会的参数改掉了，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干嘛。至于放水灯，讲法是替水中的孤魂照路，让他们知道岸上有人要请客了。水灯飘得越远，据说那一姓的运势越好，这是流传说法，不用当真。可是你想想那个画面，
一群100多年前互相砍过对方的人站在同一个海边，把灯推进海里，替对方的死人照路。这个候补名单收的其实不只是鬼，所以这一段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第一份候补名单根本不是阴间开的，是阳间开的，是1855年那群基隆人为了不要再死人而写下来的。这一点等一下会非常重要。而且基隆不是特例，你在台湾开车，如果留意过路边那些小小的庙，你会看到很多不太一样的招牌，有应公、万善同归、大木公、百姓公、义民爷。这些庙拜的不是神明，拜的是无主的骨骸。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早年渡海就死一批，开垦就死一批，械斗再死一批，瘟疫又死一批，还有原汉冲突死的那一批。这些人没有子孙，没有牌位，没有人在清明帮他们扫墓，那怎么办？台湾人的解法很土，法炼钢，也很温柔，就是捡起来合葬，盖一间小庙，然后每年7月请大家吃一顿。这就是普渡最原始的功能，不是讨好，是收容。你把整座岛的无主孤魂编进一份名单，每年点一次名，让他们知道还有人记得。所以农历7月这30天，讲难听一点是全岛最大的一场流水席，讲好听一点是这座岛上最早的社会安全网，只是这张网的服务对象已经走了。而我们这群怕死联盟每年7月在骑楼底下摆那张桌子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比较单纯，就是拜托不要点到我的名。时间再推进，8月13日晚上10点半，这是电视的时间。新闻哇哇哇，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半上片。这一天上的那一集，长度1小时29分。来宾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廖美然。3天之内，这一集的观看数冲到23万多次。台湾人有多爱看鬼月，这个数字自己会讲话。廖美然这个名字我们先前专门聊过，那次讲的是年度运势，不赘述。今天完全不碰那一块，今天只看他在这一集谈的鬼月跟阴地。这里我要先讲清楚一件事，这一集没有公开的字幕档，所以我没有办法逐字告诉你廖美然那天到底讲了哪一句话。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是这一集官方影片说明页上列出来的段落大纲，我不会替他发明台词，这条线我不越。不过那份大纲本身就已经够精彩了，他列出来的题目包括招生1年就倒闭的神秘鬼屋，学校为什么废了20年，日治时期的刑场改建成学校为什么怪事多，荒废场所磁场乱是不是容易藏好兄弟，刑场阴地为什么不要轻易探险，陈实楼拍出1亿8千万怎么终结20年流标，豪宅凶宅为什么不容易被查到。还没完，大纲后半段更硬，碧潭抓交替的案外案竟然是凶杀案，抓交替都会找哪一类的人，北京一间医院的天井设计为什么像走进冰库，天井格局把人求助是不是反而容易招阴，某间知名大学连7天出命案，杏林医院怪事不断，后来还拍成电影。最后一格则是白衣女子飘到床边，全身忽然不能动。发现了吗？这一份大纲本身就是一张地图，他把台湾人心里的禁区全部标出来了，废校、刑场、废墟、凶宅、水边、医院、天井，这几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我先不讲，等我们走到后半段再回头算。但我可以先给你一个提示，这几个地方全部都是铁齿哥最爱去的地方，其中天井那2条特别有意思。节目大纲上写的是北京一间医院的天井设计为什么像走进冰库，还有天井格局把人求助是不是反而容易招阴，这是命理的讲法，我不能替他补充他没说的内容，但我可以讲一件不需要通灵也能理解的事。一个四面被建筑物包起来，只留一小块天空的天井，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空气不流通，湿气下不去，噪音上不来，光线一整天都是灰的，你站在里面会不会觉得冷？会不会觉得压迫？会。这件事不需要好兄弟出场，建筑物理就讲得完。所以阴地这2个字很多时候描述的其实是一种身体感受，冷、暗、潮、闷，安静到不对劲。古人没有温湿度计，也没有照度计，他们手上只有一个字，阴。而我们今天仪器一大堆，却还是觉得那个字比较传神，一个字打赢一整套仪器，这就是民俗最难缠的地方。时间跳到3天后，8月16日，同一个频道上了一支21分钟的精选版，标题直接把2个关键字挂在最前面，抓交替，还有死后世界的轮回法则。这一支的主角换成周应君，另外还有简少年谈卡道音该怎么办。官方说明写的是
命理师告诉你哪一种人会被抓交替，那句官方说明本身就很勾人。这一题我一样没有逐字稿，不知道他那天怎么答。但这个问题在台湾的民间流传说法里，版本其实相当一致，大概是这样：八字轻的，刚生过大病的，刚出过意外的，最近运势很低的，刚去过丧家的，还有心里有事情想不开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份名单的共同点，全部都是状态很差的人，体力差、免疫力差、注意力差、情绪差。而状态很差的人跑去西边，跑去山上，跑去废墟，会发生什么事？插队仔完全不用出手，地心引力就够了。所以这一条流传说法翻译过来大概是：身体不好、心情不好、刚出过事的人，这个月不要往危险的地方跑。这句话你拿去给任何一个急诊室医师看，他大概会点头。差别只在于，医师讲这句话你不会听，插队仔讲这句话你会怕。一样的，这一支也没有公开字幕，我不能替周应君讲他没讲过的话，但我可以做一件更有趣的事，我可以把这两支影片后台挂的关键字标签摊开来对照。这个东西是公开的，谁都查得到。廖美然那一支挂的标签有抓交替、鬼月、农历7月、鬼门开、好兄弟、卡到阴、鬼门开禁忌、鬼月禁忌、命理师、通灵、灵异。周应君那一支挂的标签有抓交替、鬼月、农历7月、鬼门开、中原普渡、好兄弟、水鬼、卡到阴、替死鬼、因果相欠、鬼门开禁忌、鬼月禁忌、冲煞、卡阴、农历7月初1。你自己比对一下，重叠率高的离谱。两位命理师，2集不同的节目，隔了3天，讲的居然是同一套词汇表，所以他们串供了吗？没有，真相比串供有趣多了。因为在同一个星期，完全没上这2集节目的另外几位老师，教出来的也是同一套。脸书上的王老师列了5件事千万别做：走路不要靠墙，天黑不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去，不要在背后喊人全名或拍人肩膀，远离没有人管理的溪边，还有慎言不要造口业。Threads 上的小瓦老师教的是随身带一小包粗盐，装进夹链袋，每天回家前丢进户外的垃圾桶。民俗专家廖大乙点名生肖马、鸡、鼠、兔，今年是正冲月，建议出门戴帽子或带一颗橄榄籽辟邪挡煞，回家就丢。这些人不在同一个摄影棚，不在同一个平台，可是他们交出来的考卷几乎一样，而且不止命理圈。8月12日当天，东森新闻的头条时段就播了一则，标题直接写今晚11点鬼门开，命理师喊2026最阴鬼月，5大禁忌别犯，撞日全食，罕见天象，教辟邪6步骤。同一则新闻里还播了云林西罗、福星宫、寻谷里峰中西谷，以及超商普渡相推联名公仔在比谁可爱。一则新闻里面同时装了3种东西：命理师的禁忌清单、庙方的古礼，还有超商的行销档期。而且它是在新闻台的头条时段播的，不是在深夜的灵异节目。这在台湾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份清单根本不是他们写的，它已经是基础建设了，像台风天的停班停课公告一样，时间到就会自己跑出来。那到底是谁写的？这就要把时间轴整个往回拉，拉得很远很远，拉到1200多年前。这一段是全篇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它会告诉你那位插队仔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上班的。先讲结论，抓交替这件事在佛教的经典里查不到，从巴利藏经到大乘经论都没有抓交替的记载。佛教讲的是自业自得，你自己造的业自己受，并没有一个鬼可以随便抓一个无辜的人来替死的机制，因为那样一来，整个因果系统就乱掉了。公开流传的开示记录里，净空法师谈到这一题的说法很直接，佛教没有此说。福智僧团的如德法师则把它归类成民间迷信，也就是说，佛教这一边直接把插队仔的员工证作废了。那道教呢？毕竟抓交替听起来满满的道教味，什么枉死，什么替身，什么投胎名额，结果也查不到。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是，道藏里面找不到替身的正典依据，台湾道教总会不认可这个说法。而学界比较站得住脚的讲法是，这是闽南移民带过来的民间传说，他借了道教的外壳，可是它不是道教经典里的东西。这里要顺便处理标题里那4个字轮回法则，因为很多人会把抓交替跟轮回绑在一起讲，好像那是同一套系统的2个功能。事实上，这2套东西不但不是同一套，还互相打架。佛教讲的轮回是6道：天、
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人死之后到下一次投生之前的那一段，有一个说法叫中阴身，民间熟悉的做头七7749天，就是从这个框架长出来的。这一套的核心是自业自得，你去哪一道是你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不是靠抢名额。你把这两套摆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了。如果投胎是照业力排的，那插队仔要抓谁替他有什么用？他抓10个人也不会让自己的业变好，反而多背10条命。这叫做刷副本，刷到自己等级掉光。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这边会说没有这种机制，因为那等于承认因果，可以用暴力绕过去。所以这个矛盾要怎么理解？我的看法是，抓交替根本不是宗教教义，它是安全告示。教义要自洽，告示不用，告示只要让你退后一步就成功了。你在工地看到的那块闲人勿近，也没有人在管他符不符合6道轮回。所以这位插队仔，佛教说不认识他，道教说不是我家的人，那他到底哪里冒出来的？他来自小说，万万没想到，这位横行1200年的角色，第一份合约是跟作家签的，有记录可查。比较早的冤魂害人故事出现在唐代戴福写的那本《广义记》里，到了宋代理学盛行以后，这一类故事在文人笔记里大量出现。真正把水鬼找替身这个剧本定型的是清代的蒲松龄跟袁枚，一个写《聊斋志异》，一个写《子不语》。换句话说，这位插队仔不是神职人员，他是作家写出来的角色，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成功到1200年后，还在新闻哇哇哇的关键字标签里上班，还在替节目冲关看数，这种代言费应该要付一点吧。然而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你以为把水鬼写红的那批人写的都是抓交替吗？《聊斋志异》里最有名的那一篇水鬼故事叫《王六郎》，讲的偏偏是相反的事。一个姓许的渔夫每天晚上在河边捕鱼，喝酒之前总会先倒一杯给水里的孤魂，久了就跟一个自称王六郎的溺死鬼交上朋友。六郎替他赶鱼，他天天大丰收。有一天六郎忽然说要告别了，因为明天中午会有人来替他，他就能去投胎。结果隔天中午来的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人掉进水里，孩子在岸上哭得惊天动地。六郎没有动手，那个等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名额他就这样让掉了。故事的结局是他因为这件事被封为土地神。看懂了吗？把插队仔写红的那个人亲手写了一篇让插队仔辞职的故事，而且还让他升官。所以连原作者都知道，这个角色真正的重点不是抓，是不抓。整套设定集里最感人的那一页，我们今天全部忘光了，只记得他会抓你。这大概是史上最惨的一次角色被误读。可是等一下，如果他只是小说，那写小说的人为什么要写他？这里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好看的地方。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是，这个说法在民间最常见的用途是拿来吓人不要轻生，也拿来吓人不要靠近会死的地方。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古代的村子旁边有一条溪，年年淹死人，村里的长辈要怎么让小孩不要去？讲水流很急，小孩听不懂，讲溪里有一个水鬼在等你，小孩立刻就懂了。所以插队仔的第一份工作不是抓人，是吓人，而且是吓你不要去那些真的会出事的地方。一个虚构的角色被派去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当警卫，站了1200年，全年无休，没有劳保，没有加班费，也没有加薪。而且这位警卫被派驻的地点选得非常准。台湾的溪流是什么样子？这座岛东西宽度很窄，中央山脉又高，河川短，坡度陡，落差大。一场午后雷阵雨下在上游，下游的水位可以在你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抬起来，加上很多溪床底下是被水掏空的深潭，看起来只到膝盖，走2步就没顶。所以台湾的溪不是不能玩，是它翻脸的速度比人快。而这件事你要怎么跟一个14岁天气很热朋友都在旁边起哄的男生讲水文？他不听。讲这条溪去年淹死过一个人，他还是不听，甚至觉得很酷。可是你如果讲那个人还在下面等着找人替他，他就会退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插队仔一直没被开除，他不科学。可是他是唯一讲得动青少年的那个角色。想通这一层，刚才那份禁忌清单就可以整个重看一遍了。命理师柯百成在脸书上做过一件很少人做的事，他把8条鬼月习俗一条一条拆开，民俗说法摆一边，实际原因摆另一边。这份对照表看完，你会有点想笑，然后有点想哭。第一条，不要靠墙走。民俗说法是孤魂野鬼
会避开人群跟明亮处，贴着墙的阴影行走。实际原因是墙角本来就是视线死角，深夜走阴暗狭窄的地方，遇到虫蛇、撞到人、被车擦到的几率都比较高。第二条，不要拍别人肩膀。民俗说法是人有3把火，一把在头顶，2把在肩膀，代表阳气跟精神，拍掉一把就弱了。实际原因是你莫名其妙从背后拍人肩膀，人家会吓到，会跌倒，这本来就是基本礼节。第三条，不要搭末班车。民俗说法是末班车代表一日将尽，容易联想到阴阳交界。实际原因是末班车上的乘客跟驾驶都很累，你坐过站，醒来会在一个完全不熟的地方，那才是真的危险。第四条，不要玩碟仙、钱仙。民俗说法是你在邀请身份不明的灵体，实际原因是这种活动很容易让参加的人产生精神不安的症状，恐慌、失眠都可能出现。这一条特别值得拿去提醒家里的年轻人。第五条，不要在夜间偏僻的地方拍照。民俗说法是镜头有留魂摄魂的效果，闪光灯会惊扰孤魂野鬼。实际原因是你半夜跑去荒野，跑进废弃建筑，那叫侵入私人领地，而且那些建筑物是真的会塌。第六条，筷子不要插在饭上。这一条连民俗说法都很干脆，因为那个形状太像丧礼的脚尾饭，在华人的餐桌上非常失礼。第七条，生鱼片跟血腥食物会招阴。柯百成写得很妙，他说血肉容易吸引饥饿鬼魂，这个讲法其实没有传统依据，真正的原因是农历7月正好是台湾最热的时候，生鱼片跟海鲜保存不好就会出事。第八条最好笑，不要在镜子前面吃梨子，理由是招梨来，听起来像招你来。柯百成直接说这是晚晋才有的说法，不是古代的禁忌。古人真正忌讳的是把梨子切开分给情人吃，因为那叫分离。所以这一条真正的受害者是谁？水果摊。把这8条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那份看起来很迷信的清单，翻译过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不要走暗的地方，不要吓人，不要太晚回家，不要玩会让自己精神失常的东西，不要闯废墟，吃饭有礼貌一点，天热不要吃生的，讲话客气一点。这哪里是鬼月禁忌，这是一份给全体国民的夏季安全须知，只是他披了一件非常有效的外衣。而披这件外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讲科学没有人听，讲鬼大家马上就听了。清单以外还有一整套操作说明书，这一套一样是流传说法，不是可查证的事实，但它的设计逻辑同样值得看。比如拜好兄弟的桌子要摆在门外，不能摆进屋内，理由说是不要把人请进家门。比如贡品要先开封，罐头要先拉开，饮料要先掀盖，理由说是让他们拿得到。比如香不要插在食物上，因为那个动作太像招魂。比如拜完要跟他们说一声请慢走。还有身上的装备，脸书上的王老师提供的是5个字，乾元亨利贞。他说这5个字出自易经乾卦，代表吉阳、光明跟生生不息的正能量。他建议走夜路，经过医院，路过坟墓，一个人住饭店害怕做噩梦心神不宁的时候都可以念，一边念一边想，像有一道金色的光从头顶照到全身，内心平静下来，正气起来，邪气自然远离。他还特别加了一句，无论你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你看出来了吗？摆门外是动线管理，开封是取用方便，说请慢走是礼貌，念5个字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一整套操作说明书，如果你把鬼的部分拿掉，剩下的是一份非常完整的情绪管理手册，而中间那位主角还是那位查无此人的插队仔。所以我们这一大群怕死联盟，这几十年到底在怕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在怕插队仔，其实我们是在怕暗巷，怕深水，怕废墟，怕食物中毒。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如果那个鬼是假的，而规矩是真的有效，那到底哪一边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用数字回答？有，而且答案会让两边的人都不太舒服。信的人会发现，救你的不是他，是你自己的脚。不信的人也会发现，那个他一直在笑的东西，成绩单比他好看很多。在数字出来之前，我先把赌盘开好。如果鬼月真的比较危险，那农历7月的死亡数字应该要往上跳，尤其是溺水、车祸、意外这一类。如果鬼月只是心理作用，那数字应该跟平常差不多，平平的一条线。A 是往上跳， B 是持平，你压哪一边？我先讲，2个都不是。
万万没想到，真实的数字往第3个方向跑掉了，跑到一个没有人事先猜到的地方。时间拉回2026年8月，鬼门开之后没几天，一位叫黄轩的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贴了一整串研究。他要处理的问题很单纯，鬼月到底有没有比较容易死人？第一份资料来自香港，那份研究比对1995年到2000年的死亡统计，把农历7月之前、农历7月期间、农历7月之后的数字排在一起看，结果并没有发现男性或整体死亡率有任何异常增加，也就是说，鬼月没有多杀人。第二份资料才是真正的重炮，而现实在这里整个反转。刊在国际期刊《社会科学与医学》上的一份研究发现，农历7月期间，台湾的溺水死亡率不但没有上升，还下降了大约 23%， 下降 23%，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先看溺水这件事在台湾的规模。根据消防署的统计，国内的溺水事故大多集中在6月到10月，其中7月是最高峰。近5年来，台湾每年平均大约有400人发生溺水意外，其中大约一半不幸死亡。某一年的数字是这样，消防机关救援总人数1056人，其中631人死亡，发生地点以溪流河川最多，接近40%，海边2%出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年可以带走600多条人命的东西，而农历7月硬生生把它压掉了3%。黄轩引的还不止这2份，台湾曾经有一份分析大约175万次单胞胎生产记录的研究，发现农历7月的剖腹产率显著下滑，因为没有人想在这个月挑日子开刀。另外一份2019年的台湾公卫资料分析也发现，鬼月期间常态性的住院人数跟出生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连要不要在这个月出生，我们都先帮小孩瞧过了。你说我们怕不怕？这几份资料放在一起，会拼出一张很有意思的图。农历7月的台湾不是死亡率上升的月份，是行为改变的月份。不搬家，不签约，不买车，不动刀，不下水，不夜游，不去废墟，整座岛集体降速1个月。而降速这件事本身就会让意外变少，这不是玄学，这是最基本的风险暴露量问题。你不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伤不到你。所以鬼月不是比较危险的月份，鬼月是台湾人一年当中最小心的月份。刚好相反，他那一整串贴文的结论讲白了就一句话的分量，真正改变死亡风险的从来不是鬼神，而是人自己的行为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来对账了。插队仔，查无此人，佛教不认，道教不认，来历是清代小说的男主角，可是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有效到不可思议。因为怕他，我们这群怕死联盟整个7月不去溪边，不去海边，不夜游，不闯废墟，然后溺水，死亡率就掉了3%。一个虚构角色，一年救的人可能比很多政令宣导还多。这大概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公卫宣传，而且它完全免费，执行了几百年，没有预算，没有标案，没有代言人费用，连海报都不用印。那如果现在让你3选1呢？ A 是完全不信，整个7月照样半夜去溪边烤肉。 B 是完全信，7月不出门，不搬家，不签约，不游泳，不上高速公路。 C 是嘴上说不信，可是朋友揪你去废弃医院探险的时候，你会忽然想起家里有事。你选哪一个？我猜大部分人都是 C， 而 C 就是怕死联盟的正式会员资格。那铁齿哥呢？铁齿哥的存在其实也是这套系统的一部分，而且他扮演的角色比你想的重要，因为每一年都要有几位铁齿哥去试一下，这份清单才会被重新念一遍。这叫做用血汗维持版本更新。铁齿哥的标准台词你一定听过，我不信这个，心中有佛，看什么都是佛，人吓人才会吓死人。这几句话单独看都没有错，问题在于他讲完这几句话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动作通常是半夜开车上山，翻墙进废墟，或者跳进一条他没下去过的溪。而还有一种更常见的铁齿哥，他不会爬墙，他只是觉得自己时间很赶，这个月要交屋，这个月要开刀，这个月要出国，这个月要赶工。他不是不怕，他是觉得自己没有怕的余裕。这一种铁齿哥最多，而且他们平常都很乖。至于卡到阴这3个字，民间的讲法是人的精神被外来的东西影响了，会晃神，会发冷，会没力气，会讲不出话。庙里的解法叫收精，这是民俗信仰，不是医学诊断。但我要在这里多讲一句，如果家里的长辈忽然讲话变慢，单边没力，嘴角歪掉，
或者忽然叫不醒，那个不是卡到阴，那个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在农历7月分辨得出这2件事的差别，比什么符咒都有用。讲到铁齿哥，我们就要走进那份节目大纲里最有名的一个地标——杏林医院。这栋建筑在台湾的鬼屋排行榜上待了非常久，2020年还被拍成同名的电影。那它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没想到公开记录查得清清楚楚，而且跟鬼一点关系都没有。杏林综合医院在台南，由黄森川等人设立，1975年开业。1991年间被查出伪造医疗记录、开立不实的住院证明、诈领公务人员保险跟劳工保险的费用，还有财税申报不实。1993年6月勒令停业。重点来了，停业之后，这栋建筑没有拆，里面的医疗器材跟药品也没有清空，就这样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一栋窗户破掉，走廊上还堆着病床跟药瓶的空医院。你猜传说要长多久才会长出来？答案是不用多久。以讹传讹，加上电视节目一路加码，这栋楼就变成全台湾最有名的鬼屋之一。后续也很现实。2018年，这栋建筑被隔壁的京城银行买下来整修，现在有一部分空间是店家在营业，所以这栋楼的完整履历是这样：诈领保费被停业，变成鬼屋，然后被银行买下来变店面。从头到尾唯一没有出现过的角色就是鬼。那当年半夜翻墙进去的铁齿哥，他真正冒的险是什么？是踩空，是被生锈的铁片割到，是天花板掉下来，是被屋主提告。这才是那条禁忌真正在保护的东西。插队仔只是站在门口的那块告示牌，现在可以回头算刚才那笔账了。那份节目大纲标出来的禁区地图，废校、刑场、废墟、凶宅、水边、医院、天井，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没有人管理，结构老化，照明不足，而且出事了没有人会知道的地方。民俗把它们标成阴地，公安把它们标成高风险。同一张地图，2种图例，而插队仔就站在图例的那一格上，负责让你看到就想绕路。至于为什么1200年来大家宁可信有鬼，也不信有结构安全问题，不知，完全不知道。人类就是这样。时间继续推进，农历7月15，这是这30天里最热闹的一格，中元。而这一格其实是2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叠在一起的。道教这一边，7月15是中元，是三官大帝里地官大帝的诞辰，也是地官赦罪的日子。依道教经典的讲法，这一天地府的鬼魂要离开冥界接受地官考校，民众在这一天祭拜，祈求赦免在世跟过世亲人的罪。原本只拜自己的祖先，后来范围才扩大到一切亡魂。佛教这一边是盂兰盆，盂兰的意思是救、倒悬、解痛苦，盆指的是盛装贡品的器皿。故事你大概听过，释迦牟尼的弟子木莲发现母亲过世后堕进恶鬼道，自己怎么救都救不了，去请示佛陀。佛陀给的方法是在农历7月15供养10方众僧，用这个功德回向超度父母，一边是赦罪，一边是救母。2套完全不同来源的东西，在台湾的骑楼底下合流成同一件事，叫做中元普渡。所以你家门口那一张桌子上，其实同时坐着道教的地官大帝跟佛教的木莲，2位还算和平共处。而我们这群怕死联盟站在桌子后面，一边摆乖乖，一边摆书跑，心里想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拜托，不要来找我。这种混搭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在台湾，能保平安的都是自己人。你要说这是宗教，不太像；你要说这是迷信，它又管用。它比较像一场全岛同步的年度演习。时间来到9月10日，鬼门关30天结束，副本关闭，老大公庙关看门，钟鼓重新敲响，普渡香下架，超商换上中秋的月饼，整座岛像做完一场很大的集体仪式，然后回到日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关门这件事其实比开门更值得看，因为它等于在告诉你，这份候补名单是有效期的，30天，时间到就收，不会无限延长。这个设计非常聪明，如果1年300多天都要怕，没有人受得了，怕会失效。所以规矩自己给自己设了停损点，怕1个月，剩下的11个月你放心去活。而那些没关的东西才是真的一直开着的，溪还在那里，废墟还在那里，没有路灯的产业道路还在那里，酒后想下水的冲动也还在那里。9月11日之后，那些地方一样会出事，只是那时候插队仔已经下班了，没有人帮忙吓你了。
这就是这整套系统最大的漏洞。他把1年份的小心压缩进1个月，然后剩下的11个月，我们全部都是铁齿哥。这时候，我们把3张名单摆在一起看。第一张是传说中的候补名单，那些排队等着转世、等着递补的。这一张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在佛道两边的经典里都查不到，他的作者是唐宋明清那一批写故事的人。第二张是禁忌清单，走路不靠墙，不拍肩膀，不搭末班车，不玩碟仙，不夜拍，不插筷子，天热不吃生的，讲话客气一点。这一章是真的存在，而且是真的有效，有数据为证。第三章最少人提，是1855年基隆那份名单，把打死人的两边写进同一场普渡里，然后一路写到今天171年。3张名单只有第一张是假的，可是偏偏就是第一张撑住了另外2张。你把插队仔拿掉，禁忌清单立刻变成没有人要念的宣导文。你把插队仔拿掉，1855年那场和解也找不到共同的对象可以拜，所以它到底存不存在这件事，反而变成整件事里面最不重要的部分。这个结论可能会让铁齿哥不爽，也会让怕死联盟不爽，但数字就摆在那里。那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2位命理师在鬼门开这一天讲出同一套规矩，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现在很清楚了，不是他们对过稿，也不是他们通到同一个零，是因为那套规矩根本不归他们所有，那是一份公共财，是1200年的小说，100多年前基隆的械斗，还有几百年来台湾人在西边捞起自己小孩的经验一起压缩出来的档案。廖美然、周应君、柯百成、王老师、小瓦老师、廖大乙，他们每年7月做的事情比较像是把这个档案重新播放一次，播放的人会换，档案不会换。那么标题那个问题，农历7月哪几件事真的碰不得？如果你要一个诚实的答案，那就是会让你受伤的那几件真的碰不得，而且他们1年365天都碰不得，只是7月大家比较愿意听。深夜的溪边碰不得，没有人管理的废墟碰不得，酒后下水碰不得，带小孩去没有救生员的地方碰不得，半夜一个人骑车走没有路灯的产业道路碰不得。至于在镜子前面吃梨子，你要吃就吃吧，柯百成自己都说了，那是晚近才有的说法。至于那些查不到的部分，我也不打算替你补完。廖美然那一集里的白衣女子到底是什么？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节目大纲写了那一行字。周应君讲的死后世界轮回法则具体是哪几条？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那支影片的标题跟说明，我们没有逐字稿，就不能替他们发明台词。这件事我觉得比讲一个很满的鬼故事重要。而且说真的，未知本身就够吓人了，不需要加油添醋。你知道最让人发毛的是什么吗？不是有没有鬼，是有一份没有人写、没有人签、没有人强制执行的清单，可以让2300万人在同一个月同时改变行为，而且改到统计数字上看得出来。最后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前推1年，柯百成在5月那篇脸书文里提过的那一场2027年8月2日的日全食，全食代会从大西洋扫过西班牙南部，直布罗陀、摩洛哥，再一路穿过北非进到埃及，最长的地方在埃及新河谷省的东北部，黑6分23秒。这是从1991年到2114年之间陆地上看得到的最长一次日全食。换句话说，你这辈子大概就这一次机会了，所以明年很可能又会有人告诉你，天上又出事了，这又是史上最阴的一年。到时候那份清单会再念一次，那些老师会再上一次节目，超商会再摆一次普渡箱，我们这群怕死联盟会再乖1个月，溺水的数字大概又会安安静静的掉个2成3，而插队仔照样不会出现。他从唐朝到现在根本没上过班，他没有户籍，没有经典，没有教会，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讲的，他只是名字被印在告示牌上而已。可是那块告示牌一年替这座岛挡掉100多条人命，倒是铁齿哥每年都真的会少掉几个，西边少几个，废墟少几个，没有路灯的弯道少几个。他们不是被抓走的，他们是自己走过去的，而且走过去的时候心情通常还不错，天气通常还很好，旁边通常还有朋友在笑。所以真正的问题大概不是农历7月哪几件事碰不得，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查无此人的角色站在那里才愿意绕路？我们这群怕死联盟敬的到底是鬼，还是我们自己那点靠不住的判断力？我没有答案，反正明年8月2日太阳又会黑一次，黑6分23秒，
那份清单又会被念一次，我大概还是会照做，不是因为我信，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不想被写进任何一份名单里，你说呢？2001年8月，一本封面朴素的英文书在纽约上市，书名只有几个字：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在序言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现代中国这个国家的终点已经不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5年，最多10年，然后它就会倒下。这本书要告诉你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一年？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全世界第6，人均 GDP 大约1000美元上下。同年12月才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书一上市就轰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翻译成多国文字。2002年3月，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卖得非常好，甚至有评论说它在台湾造成的回响超过了当年那本1995闰8月。25年过去了，今天是2026年，中国没有崩溃，它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走到世界第2，出口规模1年超过3兆美元。而那本书的作者张家敦至今仍然活跃在美国的电视荧幕上，仍然在告诉观众，这一次是真的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预言错了25年的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听？而更重要的是，2026年的中国，那些数字确实非常难看的中国，这一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把这30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先说一件事，很多人以为张家敦是那种在网络上随口喊话的网红，这个印象并不公平，也会让我们看不懂整件事。张家敦1951年7月出生在美国纽泽西州，父亲是江苏来的华人，母亲是苏格兰裔美国人。他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之后被派到亚洲工作，前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待了20年，曾经在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担任香港合伙人，后来又长期住在上海，主要客户包括花旗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想象中国的，他亲眼看过中国的银行账本，亲手处理过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他看到的东西是很多学者看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2001年那本书一出来，会有那么多人相信。那本书的核心论证其实很清楚，也很专业。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极低，大量企业靠银行贷款续命，这些贷款本质上永远收不回来，是不良债权。第二，中国的4大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塞满了这些烂账，真实的坏账率可能高达30%以上，只要有任何一次挤兑，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垮。第三，也是他当时最看重的一点，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认为 WTO 会逼中国开放金融和制造业，让效率低下的国企在外资面前不堪一击，5年之内就会出现大规模倒闭和失业潮，社会动荡随之而来，中共政权承受不住。这个推论在2001年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连台湾的立法院都做了这本书的摘要报告，报告里写得很客气，说国际评论者不见得赞同他即将崩溃的结论，但大多不否认他对中国缺失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生的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在10年之内成长了将近6倍，外汇存底从2000多亿美元冲到3兆美元以上，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那些他认为会被外资打垮的国企，不但没有垮，反而在政府的资源灌注下变成了世界500大。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张家敦看到的东西错了吗？没有，国企效率低落是真的，银行坏账堆积如山也是真的。他错的不是看到什么，而是他假设了一件事，他假设这些烂账会像在正常市场里那样自动引爆。可是中国做了另一件事，2003年前后，中国政府用外汇存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把4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整批剥离出去，然后让干净的银行到香港和上海上市，用市场的钱重新灌血。这个操作在任何一本西方金融教科书里都不存在，因为那需要一个政府同时拥有银行，拥有债务人，还拥有印钞权。换句话说，那颗炸弹确实存在，但拆弹的人和放炸弹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个结构性的差异是往后25年所有崩溃预测失准的共同根源。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这一点。好，时间来到2011年，按照那本书的算法，
5年是2006年，10年是2011年。2006年那一关大家没有太追究，因为书里写的是5年，或许10年，但2011年这一关是他自己给自己划的死线，躲不掉了。那一年11月，美国之音在感恩节前后访问了他，记者很直接地问，我看到有文章说您预言中国经济会在2011年底崩溃，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认为中国经济会在1个多月之内崩溃？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在2001年写那本书的时候说过，共产党政权会在10年后倒台，所以才会有今年底崩溃这个说法。我要说的基本上是共产党体制，一党制国家是不可持续的。他接着补充，我们距离看到共产党统治终结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因为抗议活动愈来愈多，而且社会暴力愈来愈严重。然后2011年就过完了，中国那一年的 GDP 成长率是 9.6%。 接下来就是这整个故事里最经典的一幕。2011年12月29日，也就是那一年只剩下2天的时候，张家敦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章里承认自己的时间点错了，但坚持结论是对的，只是晚了1年。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成为往后10几年被无数人引用的名场面。他说，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将在2012年倒下，而不是2011年。我赌他一把。2012年结束的时候，中共不但没有倒，还开完了18大，换上了新一代领导班子，习近平上台。外交政策杂志的反应也很直接，他们连续2年，2011年和2012年，把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列进了年度最糟糕的10项预测。同一份杂志，同一个人，连中2年，这在评论界大概是很难得的记录。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顶多是一则趣闻。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14年。2013年，他接受福斯财经网访问，说中国将在6个月之内崩溃。6个月过去了，中国的 GDP 成长率是 7.8%。2016年，他再次预言中共会在2016年到2017年之间倒台。同一年10月，他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叫做《向台湾说哈啰》，宣称中国的国力已经见顶，未来只会往下走，中国不会变成米尔斯海默预期的那种强权，而台湾和台湾的朋友加起来会愈来愈强。2020年，他出了新书，讲美中科技战争，主张中美已经陷入科技冷战，赢家将主宰21世纪。2021年，塔利班重新拿下阿富汗之后，他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成为下一个掉进阿富汗这座帝国坟场的帝国。5年过去了，这件事也没有发生。2022年11月，中国爆发白纸运动，他上福斯新闻说，这比1989年的天安门更危险，因为89年的抗议者其实想保住共产党，只是想换掉几个强硬派领导人，而这一次比较像1949年，中国人已经放弃了现有的政权。他还说要注意中国官员是不是开始外逃，那可能就是末日将至的信号。白纸运动这一次值得我们多花1分钟，因为老实说，那是25年来崩溃论最接近成立的一刻。当时的画面确实惊人，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有人喊出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人敢喊的口号，全国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举起白纸，这是清晰的政治诉求，不再只是经济不满。任何研究集权体制的人看到那个场面，心跳都会加速。然后呢？然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2022年12月，中国突然全面解除清零政策，从封控到全开，中间几乎没有过渡。表面上看，这是抗疫成功了，人民赢了。可是政权没有动摇分毫，因为政权做的事情是把引发愤怒的那个政策直接拿掉，然后把发起抗议的那些人一个一个找出来，诉求被满足了，组织被拆解了，而政权本身毫发无伤。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道理，压力是真的，愤怒是真的，但传导路径跟西方模型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一个有选举的社会里，这种规模的民怨会转化成政权更替，在中国，它转化成了一次政策急转弯。2023年7月，季辛吉访问北京，习近平亲自接见，张家敦的解读是，这是绝望的表现。2025年5月，中国部分经济数据停止公布，
他说中共已经走投无路。同年7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分析，中国可能进入正式戒严，或者由军方非正式掌控国家的状态，因为解放军可能是目前唯一还能把中国粘在一起的机构，习近平有可能被拉下台。同年9月，他再度表示，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掌控。2026年3月，伊朗危机升温，他警告中共在其中扮演的间接角色可能迅速加剧美中紧张。2026年5月18日，他警告中共正在透过芬太尼、间谍和渗透破坏对美国发动一场全面的超限战。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份清单里时间点在不断后退，但结论从来没有变过。有一位台湾的评论者把这个手法讲得很透彻，他说张家墩真正的策略是把即将崩溃这4个字悄悄延伸成随时可能崩溃，前者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会被验证，会被打脸，后者是一种永远悬而未决的状态，它不再需要对时间负责，因此也就永远不会错。而如果你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这样，那就低估了这个现象的规模。事实上，张家墩不是第一个，他甚至不是第10个。中国崩溃论这个文类比那本书老得多。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几乎是一片共识，认为中国会走上东欧的老路。那几年，苏联解体，东德倒下，罗马尼亚的独裁者被处决，所有人都觉得共产阵营的骨牌已经在倒了，中国只是最后一章。结果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重新启动，中国进入了往后30年最猛的成长期。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当时大量的分析预测中国会陷入权力斗争甚至分裂，因为毛泽东死后就发生过一次。结果江泽民平稳接班。同一年香港回归，隔年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顶住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还被国际社会称为区域的稳定器。1998年那一波，很多人也预测中国的国企改革会引爆社会动荡。那几年确实有几千万名国企工人下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巨大痛苦，但那个痛苦没有转化成政权危机，因为紧接着就是 WTO 和出口大爆发，这些人被新的工厂吸收了。所以你看，1989年、1997年、2001年、2011年、2015年、2022年、2026年，每一次的理由都不一样，但结论永远一样。这已经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种文类。而这个文类最有名的一次高潮发生在2015年。2015年3月6日，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上引爆了整个中国研究圈，标题叫做《中国即将崩溃》，作者不是张家墩，而是沈大伟。沈大伟是什么人？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计划主任。从1984年开始，写了20本研究中国的专著，其中好几本被中国大陆翻译出版。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他是第一批到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在南开、复旦学中文，在北大做博士研究。中国外交学院曾经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2名。他长期被归类为拥抱熊猫派，也就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那一派。就是这样一个人，在2015年写下了这句话：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而且他在这个阶段里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他列了5个理由。第一，中国的财经精英正在准备走人。2014年胡润研究院的调查发现，中国有64%的百万和亿万富翁已经移民或计划移民。第二，加强控制舆论，打压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第三，人心离散，官员在会议上高喊口号的行为只是一种表态仪式，没有人真的相信。第四，党政军的腐败无处不在。第五，中国经济存在严重问题，而且看不到出路。沈大伟还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他提醒大家，1991年之前就有西方专家预测苏联会解体，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本不当一回事。东欧共产国家在倒台前2年也还在蔑视反共思想，所以看起来最稳固的时候，可能正是最接近崩塌的时候。这篇文章当时在中国引起的反应非常激烈，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立刻反击，说一个温和派美国学者也开始唱衰中国，证明我们对西方的防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环球时报那篇评论里有一句话
特别值得记下来。他说沈大伟变得像张家墩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取西方舆论的眼球。11年过去了，2026年中共还在，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照组，我觉得比前面所有故事都更值得我们思考。卢比尼，这位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被叫做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他在2011年也警告过，中国面临硬着陆的几率不低。他的理由和大家差不多，债务失控、过度投资、基础建设脱离真实需求。他当时判断崩盘会发生在2013年之后，然后到了2015年，就在硬着陆这个共识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卢比尼重新检视了证据，然后改口了。他推翻了自己原本的崩溃剧本，改成颠簸着陆，也就是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系统性崩溃。注意，他改的不是时间表，他改的是结论，因为证据变了，所以判断变了。而在光谱的另一端，还有一位地缘政治分析家泽伊汉。10几年来，他一直主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面临结构性崩塌。他的2大支柱是人口和出口。人口老化会让劳动力萎缩，而过度依赖出口会让成长难以为继。平心而论，泽伊汉指出的挑战都是真的。中国确实在老化，出口市场确实愈来愈难做，可是他预测的那种崩塌一直没有发生。中国面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自动化，是把工业往价值链上游推，是用机器人和产业升级去替代消失的劳动力。而在他的书和访谈里，时间表一直在移动，结论却始终如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叉。同样是聪明人，同样看到真实的问题，面对现实的反驳，卢比尼选择改变自己的想法，泽伊汉选择改变日期。前者叫做预测，后者叫做信仰。一位分析者在2026年6月写过一段话，我认为是这整个题目最精准的总结。他说，如果一个预测的误差来自资料不准，那么这些误差会散开，有些偏乐观，有些偏悲观，长期平均下来会趋近真实。可是中国崩溃论的误差不散开，它整齐地往同一个方向倾斜，而一个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的预测误差，透露的其实不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是观察者自己。那么为什么会倾斜？这个问题比崩溃本身有意思得多。有一个分析给了3个理由，而且这3个理由都不需要任何人说谎。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结论太好用了，对投资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听起来像分析，其实是焦虑的理由，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碰中国资产。对政府来说，它提供了一种风险管理的说法，可以避免承认一个对等的竞争者已经出现。对媒体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故事，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对手很复杂，很难讲，而一个正在崩溃的对手可以带来流量。而最关键的是，猜错的代价几乎是0。一个评论者可以错20年，仍然是各大节目抢着邀请的权威。没有人是刻意这样做的，这只是渴望对观看方式所产生的作用。你希望看到什么，你就会特别注意什么。第二个理由是，这个假设太老了。西方思想里有一个很深的传统，认为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在缺少某些制度的情况下正常运作。这些制度包括独立的中央银行，能约束政府的法院，自由流通的资讯。如果你牢牢抱着这个假设，那么中国的成长看起来就像一个从未来偷来的把戏，迟早要还。这时候崩溃就不再是预测，而是一个逻辑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这个假设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相信中国只会抄袭，不会发明。可是今天，中国企业在电动车、动力电池、再生能源这几个领域已经是领先者，而且名单还在变长。2025年，中国整车出口超过709万辆，连续3年是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车出口突破261万辆。2026年前4个月又暴增50%以上，前提已经被现实侵蚀了，但假设还活着。第3个理由，我认为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点，模型是在别的地方造出来的，用来评估经济脆弱度的那一整套工具，是在国家扮演裁判的体系里学会怎么做事的。他盯着民间债务、杠杆、房地产估值，这些变数在中国当然也重要，但压力在中国的传导方式跟在西方不一样。恒大就是最清楚的例子。2021年恒大违约的时候，几乎所有人
立刻把他跟雷曼兄弟相提并论。可是雷曼倒下的环境是一个由大量彼此独立的债权人组成的系统，一家倒，连锁反应立刻扩散。中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国有银行加上政府主导的重整，改变了压力扩散的路径。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另一种危机。开发商确实违约了，房价确实跌了，成长确实放慢了，但很多分析师预期的那种连锁崩塌没有出现。模型指出的脆弱点是真的，他算错的是传导机制。讲到这里，我想带大家做一件很少有人做的事，我们把过去25年中国每一次被判死刑的时刻，还有他每一次是怎么活下来的，摊开来看一遍。因为只有看完这个，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崩溃论总是差那么一点。第一次续命是2001年到2008年，当时的死刑判决是 WTO 会摧毁国企，实际发生的是全世界的订单涌进中国，加上当时中国有一个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出口把所有问题都冲走了。第二次续命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的出口订单在几个月内腰斩，沿海工厂成片关门，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那是真正的生死关头。中国的回应是同年11月宣布4兆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加上银行放闸式的信贷扩张，把钱全部灌进基础建设，高铁、机场、高速公路、城市地铁，就是在那几年铺出来的。代价是地方政府债务从此失控，但政权活过来了。第三次续命是2015年到2018年，当时的死刑判决是3、4线城市的房子卖不掉，库存会压垮开发商和地方财政。中国的回应叫做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简单讲，政府把旧城区的居民拆迁，过去是给你一间新房子，这次改成直接发现金，而这笔现金只能拿去买房，钱从国家开发银行出来，透过政策工具灌到地方，结果是3、4线城市房价暴涨，库存一扫而空，代价是把居民的储蓄变成了房贷，把泡沫从开发商转移到了家庭，这笔账今天正在还。第四次续命是2020年到2022年，疫情爆发，全世界都以为中国完了，结果全世界的工厂停工，只有中国的工厂在赚，于是口罩、家电、家具、笔电、脚踏车的订单全部涌向中国。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正成长的主要经济体。第五次续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房地产塌了，内需疲软，美国的关税墙筑起来了，中国的回应是所谓的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加上把出口市场从美国转向东协、欧盟、拉美和非洲。2025年 1.19 兆美元的贸易顺差就是这一次续命的成绩单。你看出这个规律了吗？每一次崩溃论者指出的问题都是真的，每一次那个问题也确实痛，但每一次中国都用一种西方模型里不存在的手段，把压力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解决，是转移。从国企转到银行，从银行转到中央财政，从中央转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转到房地产，从房地产转到家庭储蓄，从家庭储蓄转到出口顺差。这就是为什么何清濂说的是溃而不崩，而不是崩溃。因为每一次转移都成功了，但每一次转移之后，能承接下一轮压力的口袋就少了一个。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次的压力最后要转移到哪里去？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忍不住了，你们是不是在帮中国说话？不是，恰恰相反，接下来这一段才是这支影片真正想讲的部分。因为2026年的中国数据确实非常难看，难看到一个程度，让所有嘲笑过崩溃论的人都必须重新把它拿出来看一遍。先看人口，2026年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的数据，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比2024年的954万人暴跌大约 17%， 出生率5.63%，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自然成长率是-2.41%，全国总人口降到14亿489万人，比前一年减少339万人，这是连续第4年下降，也是1960年大饥荒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
旅美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这个数字的评语是792万，这个出生数已经倒退到清朝乾隆3年的水准，而乾隆3年中国的总人口只有 1.5 亿人。他还说，乾隆3年的中国总人口和出生数都占全世界的1/3，现在中国总人口不到世界的 16%， 出生数只占全球的 6%。 再看年龄结构，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亿2300万人，占总人口的 23%， 而婚姻这个先行指标同样崩坏。2024年全国登记结婚只有610万对，比2023年的768万对暴跌1/5，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为什么年轻人不生？育蛙人口研究智库的调查给了一个很残忍的数字，在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高中毕业，平均成本大约 53.8 万人民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3 倍。同一个数字，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在中国的城市，这个倍数还要更高。再看价格，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2026年中国的实质 GDP 成长大约 4.8%， 但名目成长只有 4.1%。 这中间的差距是什么？是通缩。 GDP 平减指数在2026年预计仍然是负的 0.7%， 要到2027年才有机会转正。一个经济体实质在成长，名目却在萎缩，这代表企业的营收在缩水，债务的实质负担在加重，这是日本失落30年最核心的病理。再看房地产，高盛的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连续第5年的下滑，新屋开工和投资这些指标比巅峰时期下降了50%到80%。高盛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直说，目前市场还没有触底的迹象，全国房价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真正见底。再看地方债务，这是2008年那4兆刺激留下来的最大遗产。过去10几年，各地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用来绕过预算限制去借钱盖工程，这些债务不列在地方政府的正式账上，被称为隐性债务。2024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规模10兆人民币的化债方案，用比较便宜、比较长期的地方政府债券去置换那些高利率的隐性债务。注意这个动作的本质，它不是还债，它是换一张条件比较好的欠条，把还款期限往后推。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转移又一次发生了。而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过去是卖地，当房地产进入连续第5年下滑，卖地收入大幅萎缩，这个转移还能撑多久？就是2026年到2028年最值得盯的一件事。再看就业，青年失业率一度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官方直接停止公布这个数字。再看整体，世界银行在2026年7月7日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 GDP 成长会放缓到 4.4%， 2027年 4.3%， 2028年 4.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2月的报告里也警告，如果房地产收缩超出预期，叠加高债务，可能带来更弱的内需、更深的通缩压力，以及对出口的更大依赖。所以2026年的中国确实走在一条非常窄的路上。这些不是唱衰，这些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机构自己算出来的数字。但是在同一份账本的另一栏还有另外一组数字，同样是真的。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 1.19 兆美元，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记录，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有国家的年度贸易顺差突破1兆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突破45兆人民币，12月单月出口3578亿美元，创下当年新高。而且结构变了，2025年中美贸易总额大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8.8%。 从美国那边算，2025年前10个月，中国占美国进出口总额的 7.8%。 也就是说，不论从哪一边看，中美都已经不再是彼此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在关税墙下转向了东协、欧盟、拉美和非洲。2026年第一季，中国的 GDP 年增率是 5.0%， 比前一季的 4.5% 还高。世界银行自己的简报里承认，2026年中国经济开局稳健，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抵消了消费低迷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同时握着2组都成立的事实，一组指向人口断崖，
通缩、房地产5年不见底，青年失业高到不敢公布。另一组指向史上最大贸易顺差，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第一季 5.0% 的成长。这2组数字都是真的，而崩溃论的问题从来不是他捏造了第一组数字，而是他假装第2组不存在。反过来说，中国不可能失败这种说法犯的是完全对称的错误，他假装第一组不存在。那么有没有第3种答案？有，而且提出这个答案的人在华人世界的分量非常重，他是何清濂。1997年他写的《中国的陷阱》在中国国内、港台和国际社会造成轰动。2017年他和程小农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判断是这样的：中共政权在10到20年内不会崩溃，但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社会信任的全面败坏。所谓不崩，指的是政权本身还撑得住。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也就是专制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加上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结构里，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掌握在红色权贵手中，而这些人都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只有中共存活才能保障他们的财产、特权以至于人身安全。所以当人民追求民主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坚定地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何清濂在这本书里特别点名了沈大伟，直接说他大错特错。一个流亡海外、被中共全面封杀的中国学者站出来反驳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崩溃论，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他描述的那个结局可能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一种，因为它既不是崛起，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慢烧。中共进入最后却漫长的疯狂，而人民长时间活在黑暗之中。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向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如果你是台湾人，这个判断比崩溃论可怕得多，因为崩溃论给你一个结束的日期，而溃而不崩告诉你没有结束的日期。好，现在我们回到2026年，回到这支影片开头那个问题。2026年发生了一件事，让张家墩这个名字重新回到新闻版面，而这一次打他脸的不是中国，是美国总统。2026年4月，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直接说张家墩的观点是胡说八道。他的原话是：我听了这个张家墩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3个月后，2026年7月6日，川普在白宫又说了一次，他说：我看到张家墩今天在节目上，他总是那么消极，他总是搞得像天要塌下来一样，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3个月之内，美国总统2度公开点名批评一位中国问题评论者，这在美国政坛是很罕见的事。而这件事的背景也很重要。2026年5月12日到15日，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包括天坛和国宴，连被中国制裁过的国务卿卢比欧都一起去了北京。你看出来了吗？改变的不是张家墩，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看中国的方式。一位台湾评论者是这样总结的：这场看似个人之间的争执，实际上是一种叙事更替的缩影。从中国即将崩溃到中国可以交易，从预言政治到交易政治，改变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观看中国的方式。而当观看方式改变的时候，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声音就会在一夕之间变成总统口中的一句胡说八道。川普是一个典型的交易型领导人，在他眼里，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交换。所以他不喜欢张家墩，不只是因为那种末日感的叙事脱离现实，更因为这种论述执着于一些意识形态的小打小闹，而忽略了真正涉及跨国资本和产业链重组的实际交易。那么这一切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张家墩在台湾的能见度一直非常高。2003年他访台，进入总统府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公开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而就在2026年7月21日，他还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和台大荣休教授明居正、前陆军官校副校长于宗基、退役美国空军准将史达伟同台。有意思的是，
那场论坛传达出来的讯息比崩溃论细致得多。与会者的共识大致是这样：虽然军机扰台不断，但中共对武力攻台其实还没有准备好，习近平也不敢把军事大权交出去。但是中共早就已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句话我认为比中共明年会垮，或者中共明年会打有用100倍，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持续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等待兑现的日期。它不需要你等，它要求你现在就做事。与会者提到的重点是民防和公众准备，是教育要让民众理解威胁的本质，是抵抗政治作战和假讯息，这些都是今天就能做，也必须今天做的事。我要说清楚，这里不是要评价任何人的政治立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站哪一边，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有一位地缘政治学者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台湾如何失去川普》。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台湾长期以来习惯把那些已经离开川普团队的前幕僚奉为上宾，甚至花大钱请来台湾演讲，借此营造美国毫无保留支持台湾的印象。可是这些人本身已经和现任的美国决策圈脱钩了。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记住。台湾一直在用一张过期的地图导航一片已经改变地形的战略现实。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是方法论问题。一个国家的战略判断最终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某个外部阵营的二手诠释上。如果你相信中国明天就会垮，你会做出一套决策；如果你相信中国不可能失败，你会做出另一套决策。而这两套决策，只要地图画错了，付出代价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把这两种错误具体摊开来看。如果你采信崩溃论，你会倾向于认为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只要撑住，对面自己会垮。你会低估对方在经济下行时期反而可能升高的对外冒险倾向，因为历史上很多政权在内部困难的时候选择的不是收缩，而是向外寻找合法性。你也会低估对方的技术实力，觉得那些都是抄来的，撑不久，然后在某一天发现对方的无人机、造船和飞弹产能已经是另一个量级。反过来，如果你采信中国不可能失败，你会倾向于认为抵抗没有意义，早点谈比较划算。你会忽略那个人口断崖是真的，忽略那个通缩是真的，忽略对方也有时间压力，也有自己的死线。而一个有时间压力的对手，在谈判桌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筹码。两种错误方向相反，但结构完全一样，都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真正困难的位置是同时承认两件事，对面既没有那么强，也没有那么弱，它有真实的正在恶化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有真实的还在增强的产业能力。这个位置不舒服，因为它不能给你安全感，也不能给你愤怒，它只能给你一张比较准的地图。那么如果崩溃论和不可能失败论都不可靠，我们到底该看什么？这里有一个我认为非常聪明的建议。过去25年，所有的崩溃预测者都在盯着同样的地方：上海的股市、深圳的楼价、北京的外汇存底、恒大的债券。可是有一个观点指出，中国真正的新中产阶级主要不是在上海或深圳形成的，而是在内陆城市成都、合肥、西安、郑州。这些地方的收入成长来自产业扩张和基础建设投资，而不是来自沿海房地产的投机获利。所以如果真正的系统性衰退要来，它会先出现在那里，出现在那些内陆中产家庭的收入数字上，出现在他们的消费模式改变上。如果那些指标开始出现持续性的萎缩，那么崩溃论就终于拥有了它25年来一直缺少的那个东西，一个真实的传导机制。而如果那些指标依然有韧性，那么分析者可能又得回头重新检查自己的假设了。看内陆，不要只看沿海；看家庭收入，不要只看股市指数。这可能是这25年的闹剧留给我们最有用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结算。张家墩错了吗？在时间上，他错得非常彻底。5年错了，10年错了，2011年错了，2012年错了，6个月错了，2016到2017年错了，前后25年没有一次对过。那他有没有说对什么？有，而且这一点必须诚实的承认。他指出的那些问题，国企效率低落、银行坏账、人口危机、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没有一项是他捏造的。
这些压力全部真实存在，而且今天比2001年更严重。沈大为指出的资本外逃和精英移民也是真的，他们不是在发明问题，他们是在指认真实的压力。他们判断错的从来不是压力的存在，而是压力会怎么传导。所以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整个题目最公道的结论，也是我想留给大家的一句话，用即将这2个字来形容中国的处境，错了25年，但用脆弱这2个字来形容中国的处境，一次也没有错过。即将崩溃是一个预测，它会被时间验证，然后被时间否定。脆弱是一个状态描述，它不需要日期，因为它每一天都成立。前者让你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后者让你看清楚一个正在缓慢改变的现实。最后，我想聊一件跟中国无关的事。这25年里，真正值得研究的其实不是张家墩，而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听崩溃论？为什么一本断言中国5年内完蛋的书能在台湾卖到超过1995闰8月？为什么一个错了25年的人今天还有节目抢着访问他？因为那个结论太舒服了，它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让不确定的东西有了期限，让我们对一个庞大邻居的焦虑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出口。它告诉我们，你不用真的去理解对面那个世界怎么运作，你只要等就好了。可是等待从来不是策略。25年过去了，等待的代价是我们失去了25年真正认识对手的时间。当现实不照着地图走的时候，有纪律的做法是回头检查地图，而不是怀疑现实。可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射动作是后者，说资料是假的，说成长是空的，说总有一天会算总账。所以2026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我的答案是，人口792万这个数字是真的不一样，连续第4年的人口负成长是真的不一样， GDP 平减指数连续为负是真的不一样。这些是2001年、2011年、2015年都不存在的东西。但是不一样不等于崩溃，它可能意味着一个更长、更慢、更磨人的过程。就像何清莲说的那样，溃而不崩。人口的问题有一个特点，它非常慢，但它不可逆。今年少生的那160万个孩子，20年后就是少了160万个劳动力，40年后就是少了160万个纳税人。你没有办法在明年把他们补回来。所以人口这条线跟过去所有那些可以靠政策转移的压力都不一样，它是唯一一个政府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搬到别的口袋去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如果2026年真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就是这一点，不是因为它会让中国明天垮掉，而是因为它第一次让那个转移压力的游戏出现了一个无处可转的项目。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中国从2022年开始人口负成长，到今天已经4年了。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老化，到今天30多年了，2个社会都没有崩溃。人口危机的时间尺度是以10年为单位的，不是以年为单位的。任何告诉你人口数字代表明年会出事的人，他在卖的还是同一种东西。而在这整个过程里，最危险的其实不是误判中国什么时候垮，而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力外包给了一个永远不必为错误负责的人。你想想看，过去25年有多少台湾人的两岸判断是建立在别人替我们写好的剧本上？我们读他们翻译过来的书，看他们上节目的片段，听他们告诉我们对面还剩几年，而他们错了25年，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付出代价的是谁？是照着那张地图走了25年的我们。所以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如果明天有人告诉你中国2年内一定会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松一口气，还是问一句，你上一次这样说是什么时候？那一次结果怎么样？这2个反应之间的差距，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补上的那一刻。30年的预言今天结算完毕，而下一个30年，我们最好开始学会自己看地图。英国那位被媒体称为当代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帕克，泰国那位曾经准确预言缅甸大地震的国宝级灵媒莫拉，还有美国常年接收高维讯息的通灵者潘蜜拉·道恩斯。这3个人背景天差地远，方法南辕北辙，文化土壤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窗口，2026年的6月。
他们用的工具完全不一样。有人靠的是印度2000年前留下的纳迪叶棕榈手稿，那是一片一片刻着古老梵文的叶子。有人靠的是冥想中潜入深海看见的那一幕异象，有人靠的是他口中那个光之议会反复传递给他的讯息。可是当你把这三套说法摊开来，并排放在一起对照，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共同点。他们都在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是一道分水岭，一场风暴正在成型，而这场风暴过后，人类将被分成两群，一群人留在他们所说的旧地球，继续在恐惧、债务与谎言里打转，另一群人则踏进一个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全新世界。问题就在这里，你会被分到哪一边？这不是哪一部科幻电影的剧情设定，而是这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预言者正在认真告诉全世界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深入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所谓的6月风暴彻底拆开来看，它到底是什么？三国灵媒究竟说了什么？最关键的，所谓旧地球与黄金时代的分配又是依据什么标准？我答应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件事可能比你以为的离我们近的太多了。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是6月？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会同时被三个毫不相干的人点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清楚，这场风暴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事实上，从2026年一开年，这个世界就已经一件接着一件，走在一条看起来越来越陡的下坡路上。年初的中东、伊朗局势骤然升温，一连串针对性的打击让整个地区瞬间绷紧了神经。紧接着，全球的科技股与人工智慧类股开始出现剧烈的震荡，一边是地缘政治扑鼻的火药味，一边是金融市场底下闷烧了许久的暗流。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只是新闻里此起彼落的坏消息，看过就忘。可是在这三位预言者的眼中，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全都是同一出大戏的前奏，而这出戏的高潮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标记在了夏天，标记在了那个被反复提起的6月附近的窗口。更耐人寻味的是，连天上的星象都在这个时间点凑上了一脚。研究占星的人指出，2026年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土星与海王星的合相发生在牡羊座的起点。在传统的占星语言里，土星代表的是僵化的结构，是规则，是现实的硬墙；海王星代表的则是消融，是边界的瓦解，是理想与幻象。当这两股力量在同一个点上交汇，象征的正是旧有的僵硬结构开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溶解。而到了2026年的6月底，木星又将进入狮子座，带来一股扩张、投机与冒险的能量。投机与扩张撞上结构的瓦解，这在许多占星师眼中恰恰就是金融市场最容易出大事的组合。你看，连最古老的天文观测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夏天。好，背景铺垫到这里，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位预言者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先说帕克。对于常看这个频道的朋友来说，帕克这个名字应该已经不陌生了。这位在网络上拥有超过23万订阅的英国预言者，多年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过去那些被认为命中的记录，从英国女王的离世，到2016年那场跌破众人眼镜的美国大选结果，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那场大流行，甚至是英国脱欧，他都声称自己提前看见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年他发布的世界预言都会被全球无数人放在放大镜底下仔细检视。那么帕克对2026年到底说了什么？他用了一个很沉重的词，他说这是一个充满动荡、危机与悲剧的年份。而在所有的预言里，最让财经圈坐立难安的是他对经济的那个判断。帕克认为2026年最大的一记震撼弹会是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他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在一场谁都没料到的股市修正之后，那些被捧上天的科技与人工智慧公司会经历一次又急又猛的全球性下跌。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说那个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可能会崩跌高达70%。70%，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无数人账面上辛苦累积的财富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蒸发掉一大半，而这场崩塌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动摇整个产业在全世界的信用。一旦那个被许多人视为最坚固的资产都能崩成这样，恐慌会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但帕克的预言远远不止经济这一块，他还描绘了一幅更广的、更灰暗的壁画。他谈到一团可能在日本上空出现的神秘的气体云，时间点被他放在了2026年的8月。他谈到在背景里持续嗡嗡作响的网络攻击，可能冲击加密货币，也可能冲击整个人工智慧市场。他谈到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国际联盟会开始出现裂痕，北约会逐渐被削弱。他甚至预言，到了2030年前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从今天这些旧联盟的废墟里重新长出来。而那个存在了大半个世纪的旧组织，在他口中早已是一个没有牙齿的空壳。帕克还提到了一件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格陵兰。当这座冰封的巨岛被推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帕克说，这背后真正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军队，而是合约。他看见的是庞大的石油储量，是稀土金属，是一笔极为巨大的经济交易。他甚至描述会有非常庞大的款项在其中流动。你看，这位预言者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资源、金钱与权力重新洗牌的世界。而在更深层的脉络里，帕克引用了纳迪叶的解读，指出从2025年底开始，一直延伸到2026、2027、2028，再到2029，这接连几年，战争与灾难都会不断的升级。他用了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他说这是一场可能牵涉到4个国家的冲突。把这些全部拼在一起，你会看到帕克眼中的2026年是一个旧秩序开始全面崩解的年份，金融、政治、科技、国际关系一个接一个的松动，而所有这些震荡叠加起来，恰恰就落在那个被他反复提及的夏天的窗口附近。如果说帕克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分析的口吻在描述未来，那么来自泰国的莫拉则是用一种更直接、更带着画面感的方式，把他看见的东西活生生地摊在你的面前。莫拉之所以能在整个东南亚几乎是一夕之间爆红，是因为在2025年3月，缅甸发生了一场规模高达 7.9 的毁灭性大地震。那场地震威力之大，连邻近的泰国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摇晃，许多建筑应声倒塌。而在这之前，莫拉就已经发出过警告。这一下，整个泰国、整个东南亚，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那么，这位被泰国人称为国宝级的灵媒，对2026年又看见了什么？他把2026年称为一个火红的马年，并且他用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说法。他说，这一年可能会是一场致命瘟疫的开端，而死亡的人数会多到像落叶一样。落叶，你光是想象那个画面，秋天的风一吹，地上铺满了一层又一层的落叶，就能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他说，他接收到的是一个来自冥界统治者的警告，要人们做好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动荡、严重的洪水、农作物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的飞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疾病，它的特征是糅合了好几种不同病症的影子。他提到了2个关键词，一个是消耗，一个是黑死。他把这个意象和历史上那些古老的、曾经夺走无数生命的大瘟疫连结在一起。但他特别强调，他说的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原体，而是一种混合型的，会攻击肺部，甚至更多器官的威胁。他甚至隐隐暗示，这背后可能和某种实验有关。在他的时间线里，零星的个案可能会在2026年的后半段开始浮现，而真正较大规模的爆发则被他指向了2027年到2030年这段更长的区间。莫拉所警告的那些洪水与农作物的短缺，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实的影子。这几年，全球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极端，一边是破纪录的高温与干旱，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暴雨与洪灾。在许多地方，农民们看着自己辛苦耕耘的收成被反常的天气一次又一次的无情摧毁。
当餐桌上的食物因为产量的下滑而变得越来越贵，当一个又一个地方因为缺水或者淹水而陷入困境，莫拉口中那一个物价飞涨的画面听起来似乎也就没有那么遥远了。他甚至特别点明了一种会让海洋升温、搅乱全球气候的自然现象，认为它将会在这一年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你看，灵媒的语言和气象学的语言在这里又一次悄悄地重叠在了一起。而莫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意象发生在更早之前，他描述自己在冥想中意识仿佛一路下沉，潜入了深海。在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他看见海床诡异的隆起，就好像底下有一头沉睡已久的巨兽正在缓缓苏醒。他一边讲述，一边把这个画面画了出来。海底的火山开始活跃，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海洋的最深处悄悄积聚，而且那不只是单一一个地点，而是一连串接连发生的隆起。他说，那个画面越来越清晰，就像一个沉睡了不知道多久的巨人正被地壳底下某一道断裂硬生生地唤醒。他甚至没办法把那个字直接说出来，因为他说每次他提到那两个字都会被骂、被指责影响观光，但他还是忍不住暗示他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值得一提的是，莫拉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活生生的人。他曾经因为一个关于边境冲突的预言引发了巨大的恐慌，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一度因为压力而从镁光灯下消失，被焦虑与忧郁所困扰。他后来公开道歉，说自己学到了教训，往后会更谨慎地使用每一句话。他甚至苦笑着说，他常常想放弃这个职业，可是工作却一直找上门来。我之所以要把这一段也讲出来，是因为这恰恰提醒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预言从来都不是100%的铁口直断，它是一种参考，一种提醒。就连莫拉自己都呼吁，请大家在相信之前，先用自己的脑袋好好分析。把莫拉的这些预言串起来，你会发现，他和帕克的版本虽然语言完全不同，但骨架却惊人的相似。物价飞涨对应的是金融的崩塌，瘟疫与洪水对应的是社会秩序的动荡，而那头在海底苏醒的巨兽更像是某种更大的地球层面的巨变。两个人，两种方法，两个半球，却指向了同一种感觉：旧的世界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三位美国的通灵者潘蜜拉·道恩斯，整个故事的视角突然被一口气拉高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如果说帕克和莫拉看见的更多是灾难本身，是那些会发生的具体事件，那么潘蜜拉看见的是灾难背后的那一层意义。他说，早在2020年，他就开始接收到一连串的意象，一连串他口中所说的下载。他看见的东西包括地球板块的位移，包括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形态。这部分听起来和前面两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潘蜜拉接收讯息的方式本身就带着一股浓厚的神秘的色彩。他说，这些讯息来自一个他称为光之议会的存在群体，而在这个议会的背后站着一些听起来仿佛从远古神话里直接走出来的名字。他提到了一些古老的造物存有，提到了一些在古埃及文明里曾经被人们当成智慧与创造之神来敬拜的存在。在他的描述里，这些存有并不是要来主宰人类的，他们更像是一群站在更高的地方默默看护着这场转变的引路人。他们透过他想要传递的始终是同一份提醒：不要把焦点放在恐惧上，要把焦点放回到你自己的内在。这份提醒贯穿了潘蜜拉所有的讯息，也成了他和帕克莫拉最不一样的地方。但潘蜜拉真正想说的从来都不只是这些灾难。他口中那个由古老的造物存有所组成的光之议会反复强调的核心讯息是这样的：理解这些即将到来的巨变，目的并不是要让你陷入恐惧，而是要唤醒你去做一件事，提升你自己的频率。潘蜜拉用的词是大转变。他说，
人类正站在演化的下一个阶段门口。他描述过一个反复出现在他意象里的画面。他说，有一天，我们的天空会被光所充满。他甚至用了一个说法，他说，成千上万的存在正在到来。他说，这场大转变已经开始了。而在这个过程里，旧的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一切结构都会开始松动、崩解，然后一片一片的脱落。因为任何与更高频率不相符的东西都会在这股能量里自然而然地失去它的立足之地。你发现了吗？到了潘蜜拉这里，前面2位预言者口中那些可怕的灾难、金融的崩塌、社会的动荡、瘟疫与天灾，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它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坏事。在潘蜜拉的框架里，这些崩塌恰恰就是旧地球在剥落，是新世界在浮现的征兆。一个是凋零，一个是新生，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好，现在我们把3条线索并排放在一起，做一次完整的对照。英国的帕克从财经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见了一个旧秩序全面崩解的2026年。泰国的莫拉从灾难与天象的角度看见了瘟疫、洪水、物价飞涨与海底苏醒的巨兽。美国的潘蜜拉从灵性演化的角度看见了一场剥离旧世界迎向新地球的大转变。3个人，3个国家，3种完全不同的工具，可是当你把他们的话叠在一起，你会清清楚楚地听见同一个旋律，一个旧的世界正在结束，而结束的方式是一场风暴，一场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标记在2026年这个夏天附近的风暴。而这场风暴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关键字，那就是揭露，或者说秘密的曝光。在这一整套叙事里，旧世界之所以能维持那么久，靠的就是2个字：隐藏。隐藏的真相，隐藏的操纵，隐藏在帷幕后面的那一双手。而当这场大转变来临，最先发生的就是这些面具开始一张一张的溶解。我们会看见过去那些被刻意藏在幕后的事情被一件一件地摊到阳光底下。那些我们曾经信任、尊敬甚至崇拜的人，他们脸上的面具会开始出现裂缝。这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在这套说法里，这个阶段甚至被形容成灵性觉醒里最让人难受的一段。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幻灭。因为你会亲眼看见那些一直被藏着的关于欺骗、腐败与权力滥用的真相。你过去深信不疑的东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证明是假的。那种感觉就像脚下的地板突然被抽掉。可是支持这套说法的人会告诉你，这份难受是必要的，因为唯有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摊开在桌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看清楚，才能学到教训，然后带着更多的智慧继续往前走。在这套框架里，这场揭露不是来摧毁你的信念的，而是来把你从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里摇醒的。而说到揭露，这套叙事里还有一个层面，是这几年在西方被讨论的越来越公开的，那就是关于天空的秘密。曾经被当成阴谋论、被嘲笑、被斥为风言风语的不明飞行物议题，这几年风向悄悄地变了。一场又一场的国会听证会，一份又一份的官方文件被解密，一位又一位的军方人员与情报官员站了出来公开作证。过去那些被牢牢锁在保险箱里长达数十年的秘密，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撬开。在这套说法看来，这正是大揭露的一部分。他认为，当旧世界的帷幕开始拉开，人类迟早要面对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的真相，关于我们是谁，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关于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我们是不是真的孤单。潘蜜拉口中那个天空被光充满，成千上万的存在正在到来的意象，放在这个脉络底下重新看，是不是就有了一层更耐人寻味的味道。而在这场揭露的最高潮，这套叙事还描绘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许多通灵者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太阳闪焰。他们说，我们头顶上的这颗太阳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被某些力量刻意地隐藏着。他们描述到了某一个临界点，
太阳会释放出一道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能量，那会是一场全球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身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会亲眼看见的光的盛宴。而这些年天空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在过去极为罕见的纬度都能看见的绚烂极光，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这场大事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的征兆。他们甚至说，在这道闪焰之后会紧接着一段被称为3天黑暗的时期，那是一段让整个世界暂时断开所有连结，向内沉淀，彻底重置的神圣的停顿。我必须很诚实地说，这些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主流科学的背书，我们就把它当成这套叙事里最戏剧化的一个篇章来认识就好。但你不得不承认，光是这个画面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要碰触今天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了。所谓的旧地球和黄金时代到底是什么？人又是怎么被分配过去的？这套说法在西方的灵性圈里这2年被讨论得越来越热。它的核心是一个听起来很科幻，但被许多通灵者言之凿凿的概念：时间线的分裂。他们是这么描述的：长久以来，我们所在的这颗地球是一个让无数灵魂来体验二元对立的地方，光明与黑暗，爱与恐惧，善与恶，富有与贫穷，全都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我们在这里学习、犯错、受苦、成长。而现在，根据这套说法，这场长达数万年的二元实验正在走向尾声，地球正在从一个他们称为3维的密度，缓缓地朝着一个更高的他们称为5维的密度向上提升。而在这个提升的过程里，会发生一件大事。原本只有一条的时间线会分裂成2条，一条是他们口中的新地球，那是一个5维的世界，一个以合作、和谐与爱作为底色的世界。在那里，匮乏感消失了，恐惧退场啦，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全新的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关系。另一条则是旧地球的延续，那是3维循环的继续，一个依然被恐惧、控制与分离感所主导的世界。更惊人的是，这套说法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框架。有通灵者表示，早在2010年左右，一条全新的路径就已经被铺设好了，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准备好的人能够尽可能平顺地完成这场过渡。而他们把2026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称为一条扬升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地球从3维到4维，再往5维的过渡会明显的加速，时间会开始变得很奇怪，你会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又会觉得某些时刻被拉得很长。许多旧的身份、旧的工作、旧的关系会在这段期间因为频率不再相符而一个一个的自然脱落。他们甚至引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意象来形容这件事，叫做麦子与糠秕的分离。意思是，到了某个关键的时刻，这2群人会走上2条再也不会交汇的道路。而对于那些选择留下或者还没准备好的灵魂，这套说法描述他们将会继续留在3维的循环里，再经历一段据说长达126000年的漫长旅程，直到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听到这里，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想问，那到底谁去新地球，谁留在旧地球？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审判者？有没有一张写好的名单？而这套说法给出的答案，恰恰是它最迷人也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地方。他说，没有审判者，也没有名单，决定你去哪一边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权威，不是哪一个神，也不是哪一个组织，而是一样东西，你自己的频率。这就是为什么潘蜜拉口中的光之议会会反复强调同一件事：提升你的频率，超越恐惧。在这一整套框架里，意识被形容成人类真正的货币。当旧的价值体系，那些建立在金钱、地位与恐惧之上的东西开始崩塌的时候，真正决定你会体验到哪一条时间线的，是你内在那一道光的品质，是你的觉察，是你的创造力。在这套说法里，那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受害者心态
会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消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有力量的共同的创造者。换句话说，那一场我们前面讲的看似如此可怕的金融崩塌、瘟疫与动荡，在这套叙事里其实扮演着一个筛选器的角色。它不是来惩罚任何人的，它是来逼着每一个人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当你身边的一切都在剧烈摇晃，当你曾经信任的结构一个个倒下，当被藏起来的真相一件件被揭开，你会用什么来回应这一切？是恐惧、愤怒与绝望，还是爱、平静与觉醒？这套说法认为，你的回应就是你的车票。选择恐惧的人会继续被困在旧地球的剧情里，继续轮回在同样的功课中，而选择从恐惧里走出来，选择用爱与觉察去面对这一切的人，会被自然地吸引到那一条通往新地球的更高的时间线上。这也是为什么这三位预言者虽然描述的是看起来如此沉重的灾难，但他们真正的语气其实并不是叫你绝望，恰恰相反，帕克会特别提醒，他所引用的那些古老的纳迪叶教导，从头到尾都强调一件事：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甚至说，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些预言公开，部分的原因就是想鼓励人们送出正面的念头、祈祷与想象，去帮忙减轻那些灾难可能带来的冲击。潘蜜拉更是把整套讯息的重点从预测本身彻底的转向了你内在的转化。在他们眼中，预言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吓你，而是要唤醒你。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的心里会冒出一个很合理的声音，这些毕竟都是灵媒，是通灵者，是预言，听起来很玄。我们有没有一点更贴近现实的、更硬的东西可以拿来参照？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如果你以为这一场2026年的风暴只是灵性圈在那里自说自话，自己吓自己，那你可能真的小看它了。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通灵者的水晶球转向那些最务实、最不相信玄学、每天只跟数字打交道的财经分析师身上时，我们听见的竟然是一个惊人相似的声音。那位写过《富爸爸穷爸爸》的知名作家清崎公开警告说，一场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正在逼近。他用的词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萧条。他甚至说，他在多年前的著作里所做的那些预言正在2026年一一成真。另一位传奇投资人罗杰斯也早在2025年底就拉响了警报。他说，我们这辈子遇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会发生在2026年，而背后的两大推手，一个是各国疯狂膨胀的债务，另一个正是人工智慧的泡沫。还有那位曾经准确预言过好几次衰退的老牌经济学家席林也直言不讳地说，2026年的经济衰退几乎已经难以避免。他甚至点名股市出现2%到3%的下跌，按照历史的标准来看，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除此之外，连那位因为大卖空而声名大噪的投资人都重新站了出来，对人工智慧的泡沫发出了沉重的警告。你发现了吗？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灵媒，他们看的是利率，是债务，是房市，是企业的资本支出。他们手上拿的是冷冰冰的数据与模型，可是他们得出的结论，那个关于2026年金融即将崩塌的结论，竟然和帕克和莫拉口中的物价飞涨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一边是灵性的意象，一边是理性的计算，两条看似永远不会交汇的路，居然在2026年这个点上握起了手。当灵性的预言和务实的数据在同一个年份、同一个方向上重重地撞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就不再只是茶余饭后随便聊聊的玄谈了，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看待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再往这场金融风暴的底层多看一眼，为什么偏偏是人工智慧？为什么又是债务？过去这几年，全世界的资金像潮水一样疯狂地涌入人工智慧这个领域，一家又一家的公司
市值被推上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可是，在这片热火朝天的繁荣底下，始终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反复地问：这些天文数字般的投资，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赚得回来？当市场的情绪从贪婪的亢奋慢慢转向冷静的怀疑，当人们开始发现那些被许诺的丰厚回报迟迟没有兑现，那一张被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的泡泡，就有可能在某一个谁也说不准的瞬间，砰的一声破掉。这正是帕克、罗杰斯还有那位大卖空的投资人心里共同担忧的事，而债务则是另一颗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这些年，无论是国家、是企业，还是你我这样的个人，都渐渐习惯了用借来的明天去填补今天的窟窿。当利率高涨，当还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沉重，这套靠着债务不断滚动才能勉强维持的游戏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你看，这些财经分析师所描述的崩塌，虽然用的是利率与债务这些冷冰冰的词，可是它的本质和莫拉口中那一头在海底悄悄积聚能量，最终轰然苏醒的巨兽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样呢？一个说的是金融的海啸，一个说的是地球的脉动，可是那份山雨欲来、暗潮汹涌的张力竟是如此地相似。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往后拉得更远一点，你会发现，这种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故事，人类其实已经讲了好几千年了。在占星的传统里，地球的天空会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节奏，大约每2000多年更换一次背景的星座。我们即将，或者说正在离开的，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双鱼时代，而我们正在进入的是水瓶时代。在许多研究者的解读里，双鱼时代的关键字是信仰，是阶级，是由上而下的权威，而水瓶时代的关键字则是觉醒，是平等，是个体的自由，是资讯的解放。你发现了吗？这套古老的占星叙事和前面我们讲的旧地球与新地球的分流，竟然又是同一个调子。一个由恐惧与控制所主导的旧时代正在退场，一个由觉醒与自由所定义的新时代正在登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在他们的传说里藏着一个类似的剧本。古印度的经典里有一个关于时代循环的说法，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黑暗堕落的末法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尽头将会迎来一次彻底的净化与重生。中美洲的古老历法也曾经让全世界为一个被误读的日期紧张了好一阵子，但他真正想说的或许从来都不是世界的毁灭，而是一个漫长周期的结束与一个全新周期的开启。你看，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现代，人类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在用着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而2026年的这场6月风暴，在这些预言者的口中，不过就是这个古老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新的一次回响罢了。那么，把这一切全部串起来，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一场所谓的6月风暴？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别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世界末日的剧本，因为这3位预言者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地球要毁灭了，他们说的是一个旧世界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界的开始，而这2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一边在崩塌，一边在浮现，就像一棵老树的叶子在秋天纷纷掉落，那从来都不是因为这棵树要死了，而是因为它正在为下一个春天的新芽腾出空间。落叶是凋零，但落叶的底下，新的生命早已在悄悄酝酿。帕克看见的金融崩塌与政治动荡是旧秩序在松动，莫拉看见的瘟疫、洪水与海底苏醒的巨兽是旧世界在承压，潘蜜拉看见的大转变与天空之光是新世界在招手，而那一条被反复提起的旧地球与黄金时代的分界线，它讲的其实不是地理，
不是国籍，甚至也不是财富的多寡，它讲的是你内在的那一个选择。当风暴真正来临的时候，你是被恐惧一口气淹没，跟着旧世界的惯性，继续在债务、谎言与分离里无止境地打转，还是你能够在摇晃里稳稳地站住脚跟，选择用爱、用觉察、用一份内在的平静去回应这一切。这才是那3位来自不同国度的预言者绕了那么大一圈，真正想要我们听见的那一句话。也许你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在转变了？支持这套说法的人会告诉你，去留意你身体与生活里的那些变化，那种说不上来的疲惫，那种莫名的情绪起伏，那种对某些旧有的人事物突然不再有兴趣的感觉，那种一次又一次想要把生命里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放下的冲动。在他们的解读里，这些都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你正在被重新校准的讯号，是你内在的频率正在悄悄调整的证据。他们还说，去留意你身边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奇妙的巧合，那种你才刚想起一个人，他的讯息下一秒就跳出来的时刻，那种你心里正烦恼着一件事，答案却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出现的时刻。在这套说法里，这些被称为共识性的小事，正是那一层分隔着不同维度的帷幕越来越薄的征兆。你会开始觉得自己的念头和外在的世界连结得越来越紧密，你想要的东西来得越来越快，而你不再适合的东西离开的也越来越干脆。当然，这些感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你可以把它当成宇宙传来的讯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人在动荡的时代里重新校准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个标签本身，而是这一份愿意向内看的觉察。当然，讲到这里，我也想很诚实的跟你说几句比较冷静的话。这一整套关于时间线分裂、关于维度提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被科学所验证的。它建立在通灵，建立在个人的意向，建立在一种主观的灵性的体验之上。而且历史上关于世界即将迎来巨变的预言从来就没有断过。几乎每一个世代都曾经深信自己正活在一个最特殊、最关键的转折点上，而那些被预言为大限的日子，绝大多数最后都平静地过去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把确切的时间、确切的灾难都说得斩钉截铁的说法，我们永远都要在心里为自己保留一份清醒，一份怀疑。这份怀疑不是冷漠，而是一种保护自己不被恐惧绑架的智慧。可是，换一个角度看，这套叙事之所以能在今天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的文化现象。为什么是现在？我想，这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脱不了关系。我们活在一个资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流动的时代，一个泰国灵媒的意象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传遍整个华语世界，一个英国预言者的影片可以同时被几十万人反复的观看。在过去，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说法彼此之间是隔绝的，是各说各话的。而现在，网络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它们全部串联了起来。于是，那些原本毫不相干的巧合被人们一个一个的挑出来放在一起，最终编织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共同的故事。也许这场所谓的觉醒最真实的那一个层面并不在遥远的天上，而就在这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一块小小的荧幕，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原来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怀抱着同样的对未来的不安与对改变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那些预言最后会不会应验，这一份跨越了国界、跨越了语言的共同的关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结了。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
那一个问题。世界级的秘密正在曝光，你将被分配到旧地球还是黄金时代？如果这套说法是真的，那么答案从来都不在天上，不在某一张神秘的名单上，也不在任何一个自称权威的人手里。它就在你每一天面对坏消息时心里升起的那一个念头里，它在你选择恐惧还是选择平静的那一个瞬间里，它在你决定要把一件事看成是世界末日，还是看成是一次蜕变的那一个视角里。我们无法控制风暴会不会来，金融的数据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地缘的火药味弥漫在空气里，三个国家的预言者也都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当风暴真的来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颗心去站在它的中央。也许这场2026年的6月风暴到头来从来都不是一场关于毁灭的考试，它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把每一个人的内在照得清清楚楚，照出你是谁，照出你选择相信什么，照出在一切都动摇的时候，你最终会把自己交给恐惧，还是交给光。而那一个选择从来都只属于你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这些预言，有一件事或许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的。在一个越来越动荡、越来越多坏消息的时代里，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平静与清醒，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它不需要任何预言来证明，它在任何一条时间线上都成立。风暴总会过去的，而你选择成为的那一个人会留下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那一道传说中的分岔路口前面，一边是熟悉的虽然充满了痛苦却无比真实的旧世界，另一边是陌生的被许诺着光明却需要你彻底放下恐惧的新世界，你会迈出哪一步？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需要等到任何一场风暴真正来临才去寻找，因为我们每一天在面对生活里那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选择时，其实都已经在悄悄地回答着它了。